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赖。今天要来换桌板、换升降桌跟整理线。右边这个是 IKEA 的桌子，左边也是 IKEA 的餐桌，把它拆下来当桌板哦。下面的线很乱。那我们先从桌板开始。我这个桌板是宽度160，然后长度160啦，宽度80，然后会需要用到大概6片的毛料。那我进自动刨以后，先放在桌上看一下纹路，再用手动刨去取一边，让它垂直角。取完垂直角以后，再上桌去取另外一边的平行，这样子我们就得到4个面都是方方正正的。好了，就放在桌上看一下大概的纹路看要取正面还是背面，然后做上标记。再来就把它粘起来，我是分成2片2片粘这样子分成3组。因为我的自动刨是大概30几公分，2片粘是大概20几公分。分次粘，你可以先进一次自动刨会比较轻松，因为后来那个高低差的处理，你就只要处理2条缝。那最好是你有50公分的自动刨，那就只要处理中间那条缝，那是会最好。可是50公分的自动刨很贵。2片粘好以后，再上一次手动刨，再把边把它做垂直。好了以后，3片就把它给粘起来。我就看到我就分成 A、B、C 3组所以一组就大概是20几公分。20几公分就可以进自动刨做处理，你在后面磨那个高低差的时候会比较好用。好了以后就把它夹起来，大概10几公分、20公分，夹子有多少就夹吧。觉得，那可以看到高低差，可能看不太出来啊，大概有一个硬币的高低差大小。等一下要用 RO150下去磨。那有一些坑洞，我这边先用凿刀把里面的那些碎碎的先把它给剔除然后调一些 epoxy， 然后加一点色料。那 epoxy 干的话要放1个晚上左右所以时间还蛮久的。然后这个时间我就在处理另外一张桌子，因为总共会做2张嘛。另外一张桌子一样把它夹起来。然后之后有一些洞也是用 epoxy 把它补一补。我的桌面它的材质是
胡桃木哈。然后过一个晚上以后，我们就把夹子拆开，然后用 RO150下去磨。磨这一张大概要花2个小时哦，有点累啊。然后再用轨道锯去修边。最后的时候要稍微扶一下，因为我没有电哦，没有扶的话，它那个下去的时候纤维会有点拉扯。中间还有倒角啊，倒角完然后再拿去外面擦那个防护油。那回到我家里来，我先把旧的桌子把它拆起来，把它载走。之前我没有用锁的，我用粘的。方便胶而已，我们用粘的。这个要拆吗？不用吧。然后一个架子我也有把它丢掉。所以家里大家可以准备这2个小推车哦，你在抬一些重物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把它垫在下面，还蛮好用的，可以搬沙发、搬桌子什么的。那升降桌是买 IKEA 的，这个我不会念哈。它1万多块，我是觉得它很稳的。因为我有在打电动哦，那个桌子会摇的话，会打得很不爽。那这升降桌它这个还蛮稳的，也蛮好看的。那装好以后就把桌子把它放上去。然后锁下面的螺丝。那这边是把旧的桌子把它拆掉，然后把它加宽。它这个升降桌还有2个尺寸，你可以自己调。把中间拉长的话，可以支援到160，我是觉得到180都还可以啦。那我这个是做160。左边那个是 IKEA 买的，右边是淘宝之前买的。我是建议买淘宝的哦，因为它那个高度，你 IKEA 的你没办法放那个插座在里面，所以会有点难用啊，没办法放延长线啊。IKEA 的你就单纯只能放线而已，淘宝那个是它高度比较高，你还可以放。那把旧的桌子把它放上，旧的萤幕把它放上去。然后还有我的音响。然后再来是整理一些线，整理线的话，你可以用束带去整理会比较好。那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以后的成果。那它控制主要是用手，那你也可以去那个网络找，它有一个蓝牙软体哦，你灌了以后直接可以用电脑操作，我觉得很方便了。它有2段的记忆，你直接按1或2就可以到指定的高度。那它原本它用 APP 或者是用手的话，你就是要一直按着，有点麻烦。它可能是为了安全吧。然后上面的东西其实很重哦，它还是动得了。这桌子真的还不错，还蛮稳的。然后这是整理完的线，然后桌子
好，谢谢，拜拜。